高达是真实系机甲动画吗？又有哪些高达是超级系呢？可能由于现在刚入坑的新朋友越来越多，我发现很多朋友居然对高达是真实系这件事产生了极大的误会。估计是2个原因，一个是大家对真实系这个名词不太了解，以为必须是现实生活中有的才叫真实系，相对应呢应该是虚拟系。另一个呢受到有些老逼腾的影响他们经常会调侃，哎呀，某台高达这个表现简直是太超级系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们可能只是调侃动画表现，但有的朋友却是当真了。其实真实系对应的应该是超级系，这2个词在机器人动画圈里面是特有名词，大家千万不要按照真实系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真实系这一词。真实系与超级系的说法起源于超级机器人大战这款游戏，其中呢绝大多数体积较大、攻击力和护甲较高的机体会被称为超级系，而体积较小、运动性和命中率更高的机体会被称之为真实系。当然了，这些都是数值上的差距从概念上呢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的。真实系是指在基于某些科幻概念的基础之上，能够尽量以现实科技为表现形式所制造的机体会被称为真实系。就拿 UC 高达来说吧，米氏粒子是虚构出来的概念，基于米氏粒子会有米诺夫斯基聚变炉，会有米诺夫斯基漂浮、飞行、推进装置，还会把由米氏粒子衍生出来的艾利场、Mega 粒子等用于军事技术。但除此以外所有机体的运作逻辑都是基于现有的机械技术的。如果说机体大破或为机体供能的动力源没了，那就算驾驶员再强也无法让它动起来了。可以说 UC 系的高达或者说是绝大多数系列的高达都是标准的真实系，无论在日本动漫界还是激战游戏里边，高达都是作为真实系鼻祖存在的。再来看看超级系，他们虽然也会弄出什么光子力盖塔射线螺旋力这些虚构的名词，但将这些东西运用到实战中时基本就是我寻思的方式。我寻思它能让机甲变形，我寻思它能让机体自我修复，我寻思它能切爆宇宙，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大家也都能接受。你就像好多人好奇 EV 是什么系，其实 EV 你别看武器设计那么多，打起来如果驾驶员没有中和 AT 立场的能力，那全是白搭。你把 EV 的洋电子炮给高达用都没用，破不了防，懂吧？你看谁好奇过这 AT 立场是通过什么科技手段生成的呢？其实从大家好奇非凡强自头炮是什么原理来看，就已经说明大家默认还是把它当真实系了。不然吉拉打头炮的时候来一句给他 beam， 你看还有人问原理不？另外呢，超级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驾驶员的意志足够坚定，精神力足够爆棚，机体就能使出各种各样神奇的技能。这些技能都不是什么开发者设计出来的，而是驾驶员临场发挥出来的。使用技能时还要大叫出各种招式的名称什么的，而且喊的声音越大，输出越高，也就是俗称的输出全靠吼。像大家最近经常说的非凡强自，它有因驾驶员觉醒了什么能力而做到机体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吗？这里我也放一下官方对非凡强自武器的解释。说白了呢，真正牛逼的是吉拉和他的研发团队造出了碾压当代科技水平的武器而已。再加上为了考虑院线效果，把很多画面做得有些夸大了。这其实也是近代高达剧经常会出现的手法。毕竟呢，传统真实系机体战斗表现一个驾驶员技术高超的时候是这样的。是不是感觉有点突然？但这就是大家想要看的真实系。可动画呢，终归是动画，要考虑观看体验，所以才会在打斗场面上面越来越走华丽路线。但从机设到背景设定，内核还是真实系的。那么什么才是超级系呢？今天下超级系高达，唯独角兽与神耳。独角兽结晶化、吞噬时间、逆转因果、精神感应框架，阿纳海姆员工都研究不透。更有金鸟机械飞升，属实是超级系。神高达更不用说高达武斗传系列算的是实打实的高达系列里边唯一指定的超级系作品。在这部作品里边，驾驶员比的不是驾驶技术，而是谁功夫好，谁的嗓门大，可以说是非常的超级系了。可机体相对来说呢又比较保守，体积比常规高达还要小，也没有什么过硬的装甲，甚至驾驶员厉害点的话，剧里边机体都会被手撕。这种作品换到激战里边，表现的就很奇怪了，没有传统超级系的高血量、高护甲，却打出了跟超级系坐一桌的输出。当然了，这主要也是因为激战是战棋游戏嘛，只能从数值和技能来区分真实系和超级系。其实从武斗传推出起真实系与超级系的分界线就变得不是那么明显了。你说罗三炮为啥能叫醒掉毛？你说巴巴托斯又为啥一定要眼冒红光呢？答案就是新时代的观众就算是看真实系的动画，也想看到爽的场面。我记得之前玩过一款国产厂商出的机甲
甲动作游戏《硬核机甲》，里边序章一上来就让玩家操控的是超级系，这个体积感和这个终结技那味道老正了。到了正片，玩家又要驾驶真实系，可是呢，宿敌又会像超级系那样在驾驶舱通过扩音器进行比嗓门的行为，给人一种超级系驾驶员走错片场的错觉。到了后期换机的时候，他更是不装了，直接开一个外观非常超级系的机体出来，甚至机体还会 Rocket Punch 和 Blast Fire。但设定上它还是真实系的。反观主角机，虽然看起来是真实系的，后期呢却出现浑身发光，仿佛可能性之兽附体一般，表现出超级系的迹象。这也是一个真实系与超级系越来越模糊的一种表现。最近硬核机甲又出了一个新的手游衍生作品《硬核机甲启示》，这次反过来了。一开始系统送的机体是典型的真实系的，武器以光枪、导弹和近距离刀剑为主，打起来就是真刀真枪，一招一式的感觉。来到了初期 SSR 3选1阶段，当我看到这台达姆拜尔的那一刻这例会就相当于把我是超级系这几个字写脸上了。大招呢更是直接 BOSS 感拉满。反正自打我开上这台达姆拜尔以后，什么近战、远战、盾牌搭配，一下子全都被我丢到九霄云外了，突出一个莽，玩的爽就行了。另外这款游戏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机体可供玩家游玩，每台机体的必杀演出画面真的是超级华丽。这里我放几个给大家尝尝鲜顺便大家可以猜一猜这里边哪些算是真实系，哪些算是超级系呢？反正不管啥系吧，在硬核机甲这款游戏里边都能玩到。而且不是大家想到没有这么一来，这个游戏未来的 IP 联动那真是不敢想想一想能够驾驶那些知名的真实系和超级系机体，真刀真枪的干一架，那还真是让人有点小激动目前游戏我自己实际体验下来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有些小毛病，但整体方向还是对的，福利不少。第一天随便打就能拿200抽，官方态度也比较诚恳，积极响应修复 bug。再加上这次依然请到了影山浩宣献唱高燃主题曲，制作组对机器人题材的爱真的是毋庸置疑的。我就说玩起来怎么味道这么正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搜索一下硬核机甲启示哦。关于超级系与真实系的分辨方法，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